重生后，我亲手撕毁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，并且拒绝了2位竹马轰轰烈烈的表白，只因前世我选择了其中之一的霍成军，他却在我们新婚当天，为了苏莹莹逃婚，气死了我相依为命的奶奶。绝望之际，另一位竹马拉着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你还有我，我永远不会辜负你。”他陪着走出阴霾，却在婚后对我十分冷淡。我以为他是遗憾我们之间没有孩子，直到一次车祸，他不顾奄奄一息的我，去救只是擦伤的苏莹莹，我惨死当场，灵魂飘荡无依之际，才得知我的一生不过是3人的一场爱情游戏。他们早已立下遗书，将所有的遗产全部留给苏莹莹，而我多年不能生育，也是因为他们为了证明对苏莹莹的忠贞，买通医生摘取了我的子宫。重来一世，我决定远远避开他们所有人，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看到我撕毁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，班主任大惊失色：“安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年一中出了4个北大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凭着全市第1的成绩考进去的。”不仅是班主任，全校老师都对我寄予厚望。我神色平静道：“我不想去北大了，我已经申报了国大的专项研究小组，他们答应我会派专门的医疗人员照顾我的奶奶。”原来是这样，好，老师知道你家庭条件特殊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为自己拼一个好前程，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。我点点头，还没来得及为前世的事情感慨伤心，霍成军和楚威便急匆匆地打电话催我下楼。一路上总能看到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还有个人在我下楼梯的绊了我一脚，骂了句贱货。我一头雾水，一瘸一拐地站起来，走到拐角处，刚好听到了苏莹莹在和2个竹马聊天。我确实是看到了安南半夜从北大校董的车子上下来了，可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说不定楠楠姐确实是凭自己成绩上的北大。莹莹，你就别帮她说话了，她连成绩都不敢公布，一定是心虚不敢让人知道。是啊，莹莹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总是被她骗。她那样心机叵测的女人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加入研究小组后，我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，隐藏了成绩。没想到，这居然成了苏莹莹诬陷造谣我的借口。而我的2个竹马，他们明知道我为了奶奶学习有多刻苦，却还是选择了相信苏莹莹的话。我苦笑一声，安慰自己没关系，等我正式入校以后，所有的身份信息也会被隐藏，到那时候，我就可以彻底和他们划清关系，不用听这些伤人的话，也不用傻傻地活在谎言与欺骗里，落得一个凄凉惨死的结局。我假装什么都没听见，走到3人面前：“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霍成军一改刚才的鄙夷，笑着看向我：“安南，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又能在一个学校了，你这些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”楚威也同样脸带笑意：“我们又能继续保护你了，不过4年可不够，要一辈子才行。”路过的几个小女生满脸羡慕地看着我，我的心底却没有任何波澜。前世我们4人上了同一所大学，我为了有一个好前途，努力学习，积极参加学校活动，可到最后，我的奖学金、保研名额全都被人暗中操纵换给了苏莹莹。还有人谣传我和校领导有不正当关系，我被孤立霸凌了整整4年。那时候，这2人也口口声声说会站在我身边保护我，可我死后才知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们。在无数个辗转反侧、垂泪到天明的日子里，他们拿我的痛苦去哄他们心爱的苏莹莹开心。见我沉默不语，苏莹莹酸溜溜地开口：“姐姐的命可真好，生来是锦衣玉食的大小姐，2个竹马都对你死心塌地，我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。要没有楠楠姐的资助，我早就上不起学了。”听到这话，2个竹马全都心疼了起来：“莹莹，别这么说，你这么漂亮又这么优秀，以后一定会有大好的前程等着你。等你毕业，我就让我爸给你安排个总经理的位子。不，莹莹，你到我家公司来，
我给你更高的职位和待遇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。两人为了苏莹莹相互攀比争论了起来，我忍不住心酸。相识这么多年，这样的承诺与偏爱，他们却从未给过我。果然，装出来的爱比不了发自心底的深情。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霍成军看出了我的异样，他有些心虚地拉住我的手：“楠楠，你别多心，我们对莹莹好也是因为她是你的朋友。”楚薇像小时候一般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别胡思乱想，好不容易考完试了，开车出去兜兜风吧。我们准备了礼物给你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没有拒绝，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也想最后看一看这座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城市。到了车库，霍成军和楚薇都争先恐后的让苏莹莹上他们的副驾。苏莹莹假装为难地看着我：“你们的副驾不是只有楠楠姐一个人可以坐吗？我要坐了，姐姐会不高兴吧？”霍成军先一步把苏莹莹按在副驾上：“她不配，她不会，她脾气最好了。”楚薇懊恼地瞪了霍成军一眼，满脸不开心地甩上车门。直到车子快要发动的时候，两人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还没上车。他们摇下车窗，面面相觑，尴尬地想要解释，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。“没事的，我开自己的车就好。”听到我这么说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，却又对我反常的表现感到奇怪。“楠楠，我把车窗摇上，不愿听两人虚假的谎言。”可是，一路上的风景还是勾起了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。我们三人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从小到大，两家都争着让我当儿媳。可惜后来我的父母因为意外离世，偌大的安家只剩下我和奶奶相依为命，一老一少在豺狼环绕的圈子里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。所以我拼了命的学习，想要早日接下家族重任。而苏莹莹家境贫寒，在学校不受待见。得知她也是孤儿后，我心生怜悯，主动和她做了朋友，出钱资助她上学，鼓励她与我一起熬过困境。没想到，她把我的善良当成了施舍，嫉妒我拥有的一切，用尽手段迷惑了我的两个竹马，和他们一起联手毁了我的一生。感慨间，已经到了目的地。刚刚发生的事情让两个竹马心有不安，全都殷勤地过来为我开门拿包。“楠楠，你看，这里是我们小时候常来的公园，我和楚薇一起把这里买下来，以后这就是我们专属的秘密基地。”楚薇点头：“我已经找人在这里种下你最喜欢的黄玫瑰，等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就会有一片绝美的玫瑰花海。到时候，我们4个人可以一起来这兜风，看星星。”两人的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，我却凝视着这片土地，久久不语。这里的确是我们3人小时候的秘密基地，承载了我们快乐的回忆。可我从来不喜欢黄玫瑰，我对所有的花粉都过敏。在我沉思间，大片大片的烟花在头顶绽放，绚丽的色彩拼写出我的名字。在这梦幻般的场景下，霍成军掏出一个玉镯，递到了我面前。“楠楠，这是我家传玉镯，爸妈让我交给霍家未来的女主人。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一直等到今天才有机会。楠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你忘了吗？你小时候溺水，是我不顾性命把你救上来吗？我连命都可以给你，何况是一个小小玉镯。前世我就是被两人情深意重的模样给骗了。那时候的我天真的以为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会有一个好的结局，奶奶与安家也能有所依靠。直到死的那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情深意重也是可以演出来的。”正当我要拒绝的时候，苏莹莹突然开口：“楠楠姐，你为什么和别人说我在外边造你的黄谣啊？现在所有人都骂我。”她把手机举到我面前，学校官网下几百条评论都在说我厚颜无耻，靠身体一路睡进了大学，寥寥几个替我解释的，在苏莹莹嘴里就成了攻击她的证据。楚薇一把夺过手机，怒不可遏：“安南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你自己不检点就算了，为什么要怪莹莹？
沉稳些的霍成军没有这么激动，却也用一副质问的目光看着我。我压下翻涌的情绪，我没有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自己去查。两人谁都没听我的话，全都忙着安慰苏莹莹。莹莹别怕，我马上联系公关部门帮你解决。吃甜品心情会变好。我带你去吃冰激凌。两人一左一右地拥护着苏莹莹离开，谁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漠然地看着烟花燃放后的灰烬。在生死面前，这点委屈算什么？最起码我还活着，还有崭新的人生和未来。我想开车回家，却想起是楚薇替我背的包，我只能追上前面三人。经过一片树丛时，楚薇不耐烦的声音传来：“莹莹宝贝，你到底还要我们装多久啊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那个安南现在玩得这么花，谁知道有没有什么病？安南真是傻得可怜，连古董和假货都分不出来，难怪会被老男人三言两语拐上床。这样的人怎么配做霍家女主人？莹莹，真正的家传玉镯，只有你佩戴。”苏莹莹楚楚可怜地看向两人。楠楠姐的确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可是她对我有恩，我怎么能对她不管不顾？你们要是不按照我说的办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们了。一听这话，两位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立马诚惶诚恐地向苏莹莹道歉，恨不得踩着我，把她捧到天上去。10几年相知相伴的情谊，比不上苏莹莹的寥寥数语。我强忍着眼泪，转过身去，在无边的夜幕中，带着满身疲惫朝家的方向走去。等走到家的时候，原本扭伤的脚踝已经肿得没法看。奶奶心疼的不行，拿来药酒替我揉搓。我怕奶奶多想担心，便把我上学的事情告诉了她。奶奶又惊又喜，我的楠楠真有出息。奶奶年纪大了，能撑起安家的就只有你了。我含泪点了点头。这么多年了，安家可算是有了件喜事，奶奶一定为你大办一场宴会，好好庆祝。奶奶的笑脸和前世送我出嫁时一模一样，那时她以为我遇到良人，满心欢喜，却因为霍成军逃婚的刺激，死在了婚礼现场。如今重来一世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和奶奶重蹈覆辙。奶奶年迈，我承担了宴会大小事宜。两位竹马得知消息后，都主动过来帮忙，还带来了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草莓蛋糕，向我道歉。楠楠，这么多天不回消息，是不是还在为那天的事情生气？我们不是故意怪你的，是怕你学坏。毕竟对我们这种有身份的人来说，名声是很重要的。我没有原谅，却默许他们留下帮忙。前世他们欠了我太多，恩怨无法两清。我只想今生不再相见。爸妈去世后，安家败落，门可罗雀。如今我一朝扬眉，算是告诉所有人，安家后继有人，不再是可以随意欺凌的对象。所以奶奶极其重视这场宴会，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。宴会当天，名流云集，苏莹莹也一身高定长裙，跟在两位竹马身后施施然入场。她看着豪华的宴会厅，眼中满是嫉妒。楠楠姐的命可真好，可你出身高贵，成绩优异又怎么样？我照样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的过完这一生。话音刚落，大厅的屏幕显示出了我的照片，一张张，全部都是我赤身裸体和不同男人的床照。这不是安家大小姐吗？这玩的也太花了吧！果然没爸妈教育的孩子就是不行，怪不得别人都说安南的大学是靠睡出来的，看样子一点都不假。安家真是完了，都让女儿去当情妇交际花了。这样的嘲讽和议论前世，我经历过2次。一次是我的婚礼，霍成军为了苏莹莹公然逃婚，气死了奶奶，让我与安家沦为惊世的笑柄。一次是我的葬礼，我的遗体还没下葬，楚薇就迫不及待地在我葬礼上向苏莹莹求了婚，让我的一生成了笑话。想到前世种种，我急忙看向奶奶，她呼吸急促，双眼泛红地看着眼前的照片。我的楠楠不会做这种事。看到她的状态不对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哀求身边人帮我把奶奶送到医院。
可他们都退避三舍，生怕沾上我这个不干净的女人。最后，2个竹马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霍成军主动开车，楚威和我搀扶奶奶，急匆匆地赶到医院。还好来得及时，再晚点，怕是保不住命了。我急忙向医生道谢，随后守在奶奶病床前调查监控。果不其然，在监控中看到了苏莹莹身影，是她故意调换了照片，那些照片无一例外全都是虚假合成的。我拿着监控要去报警，2个竹马却把我拦了下来。只是一个玩笑，你有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毁了莹莹？我愣在原地，随后忍无可忍地怒吼了起来。那我呢？我奶奶差点死了，她就不怕毁了我，毁了整个安家吗？楚威急忙把苏莹莹护在身后，重重推了我一把。有完没完啊，安南，你奶奶这不是没事吗？况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肯定是你先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才会传出这样的风言风语。如今这些话已经无法刺痛的心，我麻木地推开2人，霍成军却一把攥住我的手腕，表情讳莫如深。楠楠，别自讨没趣，你知道我们2家的实力，不会有律师敢接手这个案子。见我还不愿放弃，霍成军的手开始用力。你别忘了，你奶奶还在医院，我一句话就能让医生停止治疗。我数3声，不把监控视频给我，我就让人拔掉呼吸机。他当着我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，3、2，我错了。我扑通一下跪了下来，泪如雨下。我不敢拿奶奶的命冒险。楚威夺过我的手机，摔了个粉碎，溅落的碎片划伤我的皮肤。他冷脸看着我，有我们在，你永远都别想伤害莹莹。我瘫坐在地上，直到2人的背影消失，心底的疼痛才蔓延开来，积累2世的委屈终于爆发。我哭得撕心裂肺，年少承诺是假的，竹马之情是假的，唯有伤害是真真切切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如行尸走肉般回到医院。我害怕霍成军和楚威动手脚，一连几天都守着奶奶寸步不离。在此期间，只有苏莹莹不断给我发来消息，2个竹马带着她去旅游，去蹦极，去做了所有我们约定好却未能实现的事情。我把她的号码拉黑，抬头却看到奶奶病床前站着2个气宇轩昂的男人，他们朝我敬了个礼。安南同学，我们是组织派来的医疗兵，请你放心，你不在的时间，我们会保证奶奶的安全与健康。我这才惊觉，已经到了离开的时间。我回到安家，丢掉了所有有关2个竹马的物品，随后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。霍成军和楚威都不是我的依靠，我要靠自己，为奶奶，为安家，挣一个锦绣前程。旅行结束后，马上要到了开学时间，霍成军和楚威玩得不亦乐乎，可心底却总有些隐隐的不安。上次苏莹莹的事情做的确实有点太过分了。安南已经很可怜了，小小年纪失去父母，身边只有一个年迈体弱的奶奶，她受人蛊惑，走了弯路，也不能说都是她的错。他们毕竟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和情谊。安南有什么错？做哥哥的要多提点照顾。这样想着，他们在回家的途中给安南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。到了家以后，他们提着各类补品去医院看望安奶奶，却吃了个闭门羹。安老夫人身份特殊，闲杂人等不要打扰她休息。闲杂人等4个字一下刺痛了霍成军和楚威。他们和安南一起长大，不是家人却胜似家人，怎么能接受自己被这么轻飘飘的4个字揽在外边？楚威挽起袖子要动手，霍成军微微皱眉，拦下了他。身为霍家继承人，他敏锐地察觉到眼前人身份非同寻常。安南呢？他在哪？让他出来告诉你们，我们究竟是不是外人？面对霍成军的质问，对方只冷冷回了4个字：无可奉告。2人灰头土脸地被赶了出去。楚威气得骂骂咧咧，这个安南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不知道在哪学坏了。要我说，就是平时我们对他太好，宠得他无法无天。算了，我们去安宅看看吧。
霍成军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好像心底突然缺了一块，空落落的，很不习惯。两人开车到了安宅，安宅漆黑一片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这下原本怒气冲冲的楚威也坐不住了，两人像小时候一样翻墙爬进安宅。他们轻车熟路地摸到了安南的房间，却发现原本温馨可爱的房间变得空空荡荡，除了一片薄薄的灰尘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安南去哪了？霍成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我送他的东西都去哪了？安南不是最宝贝这些了吗？我送的礼物也不见了，还有我们三人的合照，我们的旅游日记都不见了。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那种不安的感觉彻底占据了两人心底的每个角落。他能去哪？安家败落了这么多年，不会有人敢收留他，一定是闹脾气躲起来了。等找到他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安家都垮了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闹大小姐脾气？两人开始打起了电话，向身边朋友询问安南的下落，随后又吩咐家中保镖四处寻找，直到天明，直到他们将整个城市翻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安南的下落。身份证、银行卡，所有信息全都失效了。唯一知道安南的下落的人，他们也没法靠近。曾经一直待在他们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离开的安南，如今彻彻底底的消失不见，像是化作烟雨空气，再也寻不到一丝一毫的踪迹。霍成军和楚威都陷入了巨大恐惧与悲伤中，甚至面对苏莹莹的邀约都提不起任何兴趣。南南去哪了？他是不是生我们的气了？他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们了？寂静的房间，无人回应。那个漂亮聪明的小姑娘再也不会出现。下了飞机后，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专车，一路辗转奔波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老师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。安大才女，可算是把你盼来了。听说你报考北大的时候，我们心都快碎了。这么一个好苗子，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。谢谢老师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您的信任与栽培。我朝老师鞠了一躬，看你的履历，很小就对这项研究感兴趣了，怎么会报考北大？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北大是霍成军和楚威的梦想，我和他们两人是一起长大的，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，几乎一天都没有分开，相知相伴这么多年。我不舍得离开他们，于是约定我们三人要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后来苏莹莹加入了进来，取代了我的位置。霍成军和楚威靠着家里的关系，走的是特招生渠道。为了让苏莹莹也能顺利入学，他们不知道砸进去了多少钱。没想到走后门的三人居然反过头造谣我是靠身体上位。想到这里，我自嘲般的笑了笑。那时年轻不懂事，信错了人，走错了路。如今好不容易有机会，我不会让自己再走上错的那条路。上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定当学有所成，不辜负我这一生。老师满脸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好啊，太好了。开始我还担心，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大小姐，能不能吃得了这份苦？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后的世界是你们年轻人的，再苦也苦不过前世。至少如今，奶奶健在，我也没有为了两个不值得的人蹉跎半生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。一天刚从实验室出来，却迎面撞见了霍成军和楚威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以为是每天熬夜学习眼花了，可他们却清晰地叫出了我的名字。身旁的师兄小声提醒我：安南，你可别惹这俩大财主。听说他们为了进研究小组参观，给实验室投资了2000万。看到我们说话，楚威一脸不快地把我拽开：你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吗？到哪里都不忘勾三搭四。你要真这么恨嫁，直接来我算了。师兄想替我解释，我深知楚威的臭脾气，示意他先离开。
别惹火烧身。霍成军还保持着几分理智，他脸色复杂地看着我。楠楠，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为什么要突然更改志愿？为什么要丢掉我们送你的东西？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一连串的问题吵得我耳朵疼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语气很差。霍成军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你是我的什么人？我是。他的手悬在半空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这一世，我没有答应他的表白，没有对他爱得死去活来。他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。至于那点可怜的青梅竹马之情，也早在一次次伤害中消耗殆尽了。一向桀骜不驯的楚威放下了他高贵的面子，他微微低下头。楠楠，上次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可你也没必要这么绝情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？两人告诉我。我走后，他们急得几乎发疯，最后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跪在奶奶面前追问我的下落。奶奶心善，又从小看着他们长大，不忍见他们如此，告诉了他们我的选择。我没有选择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，而是选择了一段崭新的人生。于是他们一路追到了这里，动用所有人脉关系，想尽办法，不惜斥资千万，只是为了再见我一面。可我的心却没有丝毫的波澜。我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他们表白那天对苏莹莹说的话，随后面无表情地看向面前的两人。别装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你们如果喜欢苏莹莹，就去追她，不要拿我的一生当成成全你们伟大爱情的工具。我也有自己的生活要过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此话一出，原本气势汹汹的两人全都脸色煞白，张口结舌半天，谁也说不出来一句话。只有手机里的录音在一遍一遍重复着。楚威又想抢我的手机，我后退了一步，冷眼看他。这里是研究中心，有专门的安保人员，你们别想摔碎我的手机销毁证据，也别想拿我的奶奶威胁我。提起奶奶的时候，我心口传来无法言语的痛。奶奶对他们那样好，这些年几乎是拿他们当亲孙子一样对待。夏天的水果茶，冬天的毛围巾，从小到大，所有的点心礼物都要准备3份。可他们呢？他们却在我最需要无助脆弱的时候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拿着奶奶的性命威胁我。我无法原谅，也不会原谅。霍成军肃然的脸上闪过一丝心痛。楠楠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天我只是想吓唬你一下。奶奶也是我们的亲人，我怎么会真的对她痛下毒手？是啊，楠楠，你忘了吗？还是我们一起帮你把奶奶送到医院的。楚威有些着急，可是看了看周围，又不敢上前。我冷笑一声，我正是顾及着这点，所以不想和你们计较。可我对你们的耐心也仅限于此。霍成军，楚威，我不再是曾经那个任人欺凌的孤女了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，伤害我的奶奶。我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没时间也没精力和不值得人纠缠。两人还想说些什么，研究中心的安保人员上前拦住了他们。不好意思，先生们，此次的采访时间已经到了，请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。他们心有不甘，却也不得不离开。走出一段路以后，霍成军突然回头看向了我。楠楠，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你的心可以这么狠，一点不念及往日的情分。我们的确是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可我们会拿出诚意证明，我们对你的心从没有变过。楚威连连点头，总有一天你会原谅我们的。如今听到这些话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前世今生，他们说辞一点都没变过。当年他们也是这样，拿着年少的情谊哄骗我，骗我嫁给他们，骗我独守空房，骗我蹉跎一生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和他们一起长大的人是我，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，反倒为了一个认识没多久苏莹莹如此伤害我？我也不明白，既然他们都爱上了苏莹莹，为什么现在又要跑到我的面前装出一副爱我至深的模样？我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，还是为了苏莹莹继续欺骗我。我只知道，我以后的人生和他们再无瓜葛。
我也不想再见到这两人，可我还是低估了这两人的耐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研究中心的伙食好了不止1倍，从早到晚几乎都是我爱吃的饭菜，每天中午还有草莓蛋糕按时送来，上到领导下到打扫阿姨，人人都有。师兄都忍不住感叹：楠楠，他们2个人是在追你吗？真是够阔绰的，你羡慕吗？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选择走这条路的，谁会在乎这些身外之物？是啊，我早就不是那个会被一块蛋糕、一句情话打动的小姑娘了。现在的我，有着光明璀璨的未来，有着美好的人生。霍成军和楚威，只是我漫长人生中微不足道的一点。可我越是对2人爱答不理，他们越是用心，流水一样的礼物送过来，闹到我苦不堪言。最后还是老师亲自出面，制止了这场荒唐的闹剧。我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，可放假回家的时候，还是无法避免的和他们相见。这次再见，2人都憔悴了许多，一个高高在上的豪门继承人，一个桀骜不驯的富家公子，如今全都满脸憔悴，再无当初意气风发之态。我搀扶着奶奶在院中散步晒太阳，2人却带着哭哭啼啼的苏莹莹找到了我面前。楠楠，我们有话对你说，我知道你不想见我们，可这是最后一次，这些话要是不说出来，我们死都闭不上眼。我不想搭理，奶奶却拍了拍我的手，去吧，有些事逃避是没有用的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总要做个了断。无奈，我只能把3人带进客厅。霍成军和楚威一进门就跪了下来，面露哀伤，整个人好像都笼罩在无尽痛苦中。楠楠，你走后的一天晚上，我们2人做了一个相同的梦，梦里我们先后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的就像是发生过的一样。我们突然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冷淡。我没有回应，面前的2个人却早已泪流满面。一旁的苏莹莹突然冲到我面前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楠楠，你帮我求求情好不好？我没有想破坏你们的关系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只是单纯的喜欢2位哥哥，想报答你的恩情。住口！楚威扯过苏莹莹，狠狠的一巴掌打在她的脸上，她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挑拨离间，我们才会和楠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藏在桌子底下的日记我们都看到了，你根本不喜欢我们，你蓄意接近我们，就是因为嫉妒楠楠，想通过我们伤害她。在他们的讲述下，我知道了许多困扰我2世的事情。苏莹莹通过我掌握了霍成军和楚威的全部喜好，将自己精心塑造成他们喜欢的样子，一会欲擒故纵，一会撒娇卖乖，像猫捉老鼠一样，把2人玩弄在股掌之中。眼见无法解释，苏莹莹也不愿继续装下去，她双眼猩红地看着2个竹马，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：我是故意的有什么样？凭什么他生下来什么都有，我要靠他的施舍才能活下去？我的长相才貌都不比他差，为什么你们都死心塌地地喜欢他？我不甘心，我就是不甘心，我要亲手毁了他，我要让他知道他拥有的爱情只是我施舍给他的垃圾。楚威再也忍不下去，直接一脚踹在了苏莹莹身上。他从小顽劣，打起架来不要命，这一次更是直接下了死手。我怕他们脏了安家，急忙制止：够了，要闹去外边去，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楠楠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傻了，被他骗得团团转，忘了我们的过去，忘了你有多好。2人颓然地看着我，不约而同地在我面前失声痛哭。霍成军不断喃喃自语：我对你的心其实一直都没变过，只是你那么聪明，那么优秀，我没有把握一定能追到你，所以就自欺欺人地相信了那些话。他们觉得这么做就可以将我拽入泥潭，就可以把我永远留在身边。可惜世事不会尽如人意，我挣扎着在泥潭中长出翅膀，飞向了遥远的远方。他们困不住我，也追不上我。苏莹莹被打进了医院，毁容退学，霍成军和楚威也被追责。
我通过老师向霍楚两家施压，让他们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们可以欺负无父无母的安南，却欺负不了顽强向上的我。重回研究中心那天，阳光明媚。我不知道那3人未来如何，我知道我前方的路一片璀璨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上一世我为救凌飞天而死，死后看到他抱着李思思头也不回地离开，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，讨厌自己的人永远都讨厌自己。本以为自己将会永远化作孤魂，可在一次睁眼，我回到了就他之前的1星期。此时凌飞天正一脸傲气地俯视着我，语气厌恶道：“我才不会接受你的施舍呢，这是对我的侮辱。”我微微一笑，马上点头道：“好嘞，我马上走。”说完直接收回了银行卡，利索地揣回兜里。在他一脸震惊的目光中，转身就走。他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道：“沈思瑶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拿走银行卡之后，我妈的医药费怎么办？我给你钱，你觉着我侮辱你？不给你钱，你妈的病又没法治疗。”凌飞天自小家境很差，爸爸早逝，妈妈重病，他穷得连饭都吃不起，每天还要跑10几公里去照顾他生病的妈。而我这个冤大头，每次都上赶着去给他送钱。而凌云飞却对我十分厌恶，并且明确表示了永远不会喜欢我，可每次都高傲地接受我的钱。而我这个给钱的，显得就像是在用钱侮辱人似的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明明从小接触过的比他更优秀、更帅气的男生都能组成个加强连了，咋就偏偏喜欢这么个冷血无情的家伙呢？我因为喜欢凌飞天，成了所有人口中倒贴的舔狗。想到这些地方，我都想把前世的自己拉出来修理一顿。什么奇葩脑回路，死的不愿，这么明显的二货行为都能做出来。凌飞天眼里对我的厌恶，傻子都能看出来。他不但对我进行侮辱的精神伤害，还进行过物理伤害，光推下楼梯的次数都不下5次了。我他妈也是富二代，想想简直是丢众多富二代的脸。现在我重生来，狗屁凌飞天，我要让他变成零钻地。我重生后就明白了，我在凌飞天眼里充其量只是个随叫随到的提款机罢了。凌飞天有一个喜欢的青梅竹马，也是他的白月光，叫李思思，这才是他的真爱。高考之前的一天，凌飞天妈妈离世，他伤心欲绝，导致高考失利。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医院的医生，对医生进行了报复。谁都能看出来，这件事根本不是医生的问题，可我跟个傻子似的，盲目的相信他，对他言听计从，最终在他被医生家属报复刺杀的时候，挺身而出，挡住了刺过来的匕首。最后，他们这俩男主跟女主幸福地抱在了一起，而我却被抛在脑后，成为炮灰。串联起这所有的一切，我忍不住心里发寒。凌飞天真的没有心啊，畜生都不为过吧？此时看到他冷漠的眼神对着我，忍不住抽抽的嘴角。我愣愣地盯了他快1分钟，些许慌乱从他的眼角划过，可随即又快速被掩盖。他依旧趾高气昂地说道：“别胡闹了，赶快把卡给我！”我气得忍不住全身发抖，一股股凉意直冲天灵盖，前世的悲凉结局一幕幕浮现，忍不住一脚踹了过去。他一脸的诧异，眉头紧锁。我刚想再上去补2脚，上课铃声响起，脚步微顿，接着眼神冰冷地说道：“算你好运，你要是不想上课迟到，就继续在这里躺着吧。”我刚要离去，就听到他依然漠视的声音传出：“等等，你那个……”我站在了原地，看向他伸出被黑色外套包裹着的手，思索了一下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呀。说完，我不顾他的反抗，走过去，直接把他身上的黑色外套脱了下来。拿来吧，你记忆中这个外套还是老娘给他买的呢，肯定要还回来的。然后在他错愕的目光中，顺手就掏出了一把小刀，一边走一边在外套上不停地划出口子，整个外套直接就废了。我一把将外套塞进旁边的垃圾桶里，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你还想要的话，可以来捡，拜拜了您嘞。”
傻逼凤凰男，真以为我还是之前的那个沈思瑶吗？老娘已经灵魂升天，重生归来，变成钮祜禄思瑶了。这辈子我都不会当冤大头了。这贫谁爱扶谁扶去吧！我要让凌飞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放学后，刚走出校门口，一辆艳红色的法拉利停在了我面前。看到前世熟悉的一切，心里忍不住一阵欢喜。巨大的真实感充实了内心，左摸摸，右摸摸，一脸的陶醉样，弄得司机师傅都一脸的无语，不明白我怎么了。我尴尬地收起手，刚要上车，这时凌飞天先我一步打开了车门，眼看着就要迈腿进去，我一伸手，直接把他拉了回来。里面的司机被挡住了视线，立马谄媚地招手道：“凌少爷，您怎么了？上车呀！”凌飞天愤怒地拍掉我的手，不解地看向我，呵斥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没理他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真以为我在学校时是因为小女孩闹脾气吗？一把把他推出去3米远，对着司机烦躁地开口道：“李叔，你是凌飞天的司机吗？”司机脸上的笑容立马消失，对着我说道：“我肯定是咱们沈家的司机呀。”我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你记着就好。他凌飞天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你叫少爷？以后记住了。”司机李叔连忙点头应和：“是，您说的对。”我没再说话，毕竟司机这样做也有我影响的原因。上车之后，李叔听话地开车离去，可还是不自觉瞥了凌飞天一眼。我这才想起，在前世，除了我爸妈脑子正常，其他所有人都跟被下了降头术似的，觉着凌飞天非常优秀。就算他实际上是被我养的一个小白脸，可他软饭硬吃的性格，让所有人都觉着凌飞天有血腥，有骨气。是我这个大小姐蛮不讲理，伤害他，强迫他要我钱。我眯眼看了眼外面的凌飞天，正一脸焦急地看着我们，一阵冷笑。前世他虽然收了我的钱，但各种的不情愿，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还一脸的不屈不挠，坐着我家的车，天天去医院看望他妈妈，花着我的钱给他妈妈交医药费。可看到我依然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，视我为死敌。现在他什么都没了，30公里的路程，还有高昂的医药费，我看以后他怎么活下去？继续去医院跟医生怄气去吧。在这个马上高考的时间段，天气非常炎热，如果他跑着或者是骑自行车赶往医院，就算是不晕倒，也得丢掉半条命。我趴在座位上，不再看他。回到家之后，洗完澡就接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：“妈，你晚上早点回家，我想你了。”此时的我急切地想看到妈妈，毕竟隔了一个世界没见面了。妈妈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思瑶，我在医院呢，你苏伯母受伤了，我来看她，在哪家医院？我现在就过去。”我立马下楼，让李叔开车把我送往医院。走进医院大门，刚要进电梯口，就听到一阵熟悉的求救声：“医生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您一定要救救我妈呀！以后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”说完，还听到咚咚的2声磕头声。医生一脸的无奈，连连叹气道：“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呀，不交手术费，根本没法进行后续的治疗。你们这欠的钱不是一点半点了，我已经尽力给你们拖延时间了。要是还不交钱，医院只能赶人了。”凌飞天眼看着求救无果，满脸泪痕，绝望地跪在地上。我一眼看去，他的这个状态非常虚弱自卑，与学校里一脸傲气、不可一世的样子，简直判若两人，真是可笑啊！恩将仇报，在帮助自己的人面前如此狂妄自大，就是因为我前世那小脑萎缩的爱吗？我没搭理他，转身就要进电梯口，可凌飞天突然赤红着眼睛瞪向我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沈思瑶，你赢了，我不在。”我立马打断他，不耐地问道：“你说的啥呀？还赢了？”凌飞天闻言直接站了起来，带着压迫性的气场一步步朝我走来。他一脸高傲地俯视着我道：“你不就是喜欢看我走投无路，然后接受你施舍的样子吗？我满足你。”我一脸看智障的眼神瞥了他一眼。
然后不屑地说道：“你脑子有病啊！”他自信满满地朝我伸出手，开口道：“给我吧。”我一脸不解：“给你啥呀？钱啊！你专门跑到医院，难道不是来施舍我的吗？”说完，他的语气变得更加刻薄了起来：“沈思瑶，你就别装了，你出现在医院难道是路过吗？你心里那点小心思都快刻到脸上了。”我满脸的不可思议，这个人是脑子有泡吧？整个世界观都变得扭曲了，真以为地球是他家开的呀？谁都得为他服务呗！我立马蹦出去了3丈远，紧紧护住自己的小皮包，对他嗤笑一声道：“不是，大哥，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事情啊？我来这里是看个阿姨的，跟你有毛线关系啊？我之前是人傻钱多，天天把你当男神一样供着，但我现在醒悟了。我们全家每年资助的贫困生多如牛毛，但每一个都跟我们感恩戴德的，从来没人像你这样趾高气昂跟恩人说话的。你是家境贫寒，你是可怜，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我造成的。说起来，我之前帮助了你多少，你很清楚吧？可你不感激就罢了，还整天拽得跟个258万似的，每次见到我就好像我欠你钱似的，自带嘲讽技能。我怎么说也是沈家千金吧？有你这么做人的吗？你要是有病就去吃药，别打扰我。凌飞天依然是满脸的冷漠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却长着一颗蔑视一切的头颅。我一脸的无语，前世造成的惯性思维太强大了，刚刚说的话直接对牛弹琴了。他果然没让所有人失望，冷冽的声音传出：“沈思瑶，你有钱就可以随便侮辱人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。你永远不知道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我永远都讨厌你。”看着这驴唇不对马嘴的言论，我这小暴脾气直接压不住了。既然道理讲不通，本姑娘还略懂些拳脚，女打男属于正当防卫。我抬起一个大脚就踹了上去，被凌飞天及时躲开。这时拐角处一道满含怨恨的尖叫声响起：“沈思瑶，你干什么？不要伤害凌哥哥！”我愣神之际，直接上来把我推到了旁边。我不满地回头看去，一个身材苗条、肌肤白皙的柔弱少女伸开双臂挡在了凌飞天身前，她眼神满是坚毅，就好像是护犊子的小母牛。看到这个架势，就算是猜，我都能猜到是谁了。李思思作为凌飞天的白月光，终于亮相了。李思思伸手把凌飞天扶了起来，对着我恶狠狠道：“沈思瑶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老是欺负凌哥哥，真不愧是凌飞天选的女主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就把一口大锅直接盖我头上了，真以为自己是正义使者了。”我刚要开口回击他，李思思就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凌哥哥可是很有尊严的，可不会因为你那点充满铜锈味的金钱就妥协跟你在一起。你这种女人就只会拿钱侮辱人，根本不尊重凌哥哥。”我一脸的黑线，这俩货还真是自以为是啊！要不是看这里是医院，我孬好给他来套组合拳，真当自己处在宇宙中心了。凌飞天厌恶地说道：“你这个女人真是奇怪，被你用钱侮辱了，还要对你感恩戴德吗？”听到他的这句话，我真想翻白眼，太离谱了。我想直接走人，可被俩人死死地拦在面前。我一阵头大，可不能真的在这里动手吧？看了看自己的小胳膊小腿，毕竟是医院，有监控，可我还得去找妈妈呢。我心一横，没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本小姐不跟你们这俩神经病啰嗦了，有什么话留着跟警察说吧。我还就不信了，连警察也三观长歪了。李思思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：“你竟然敢报警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那么喜欢凌哥哥，还敢抓凌哥哥？你不怕凌哥哥讨厌你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忍不住嘴角一抽，就好像是现在他的凌哥哥不讨厌我似的，这表情就差把讨厌俩字刻脸上了。我挂断电话之后，李思思仍然是锲而不舍劝着我：“沈思瑶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凌哥哥拒绝了你的施舍才不满的，我会帮你劝凌哥哥的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把钱给我，我帮你转交，
你也再打个电话，取消报警，这样林哥哥也高兴。咱们都是喜欢林哥哥的人，为什么就是不能互相理解呢？非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呢？林哥哥一旦被警察抓走，留下案底，他这一辈子就毁了。你忍心吗？沈思瑶，亏你还喜欢林哥哥呢，竟然这样！我一脸淡漠地站在离他们5米远的地方，虽然已经极力地保持住让自己淡定了，可心头的火气仍然呼呼地往上涨。我回怼道：“你俩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花我的钱，还说着我的不好，合着怎么着都是我的错呗？仇富就仇富吧，别说的那么清新脱俗。你们俩人把我堵这里不让我走，还一直巴巴个没完。我今天最大的错就是不该来医院，在我的豪华别墅里吹着空调，吃着炸鸡多好啊！你俩真他妈是一对极品，祝你们永远锁死，永不分离。我无论怎么解释，他俩都跟听不到似的，无下限的指责我。我最后都懒得跟他们说话了。直到半个小时之后，警察赶来，这俩奇葩还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李思思直接喊道：“沈思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竟然真的叫来了警察！”我跟警察说明了情况，又去调取了监控，查出这俩神经病莫名其妙拦住辱骂我，跟我要钱，不让我走的视频。在事实证据面前，他俩还在那里不停地瞪我。林飞天还大喊道：“沈思瑶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原谅你！”我不屑地一笑：“谁稀罕他的原谅啊？我都死过一次的人了，会被你威胁？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，都给我等着！”我到了病房去探望了苏伯母，还遇到了苏伯母家的大孝子苏明。我俩从小就是对欢喜冤家，见面必没好脸色。他看到我就转过了头，一脸的不爽。我却直接把他拉出了病房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以后对林飞天的资助停止吧。”苏明闻言冷淡的神色猛地一惊道：“你跟他分手了？这是另有新欢了吗？”我无所谓的撇撇嘴道：“什么叫分手了？我俩从来就没在一起过，之前只是我在舔他罢了。”我知道林飞天很有傲气，为了保存他的颜面，自从他的妈妈生病住院之后，为了能更容易地把钱给他，暗中联络苏明，以他的名义资助林飞天，每个月给他的近万元生活费，都是我暗中支持的。林飞天还算是比较有礼貌，经常有回信寄给我留的地址，以示谢意。我每次都仔细阅读这些信件，并且回信，对林飞天的感情是没得说，每次的回信都夹杂着浓浓的爱慕之情。我们俩人的信件就差告白了，可实际上，林飞天并不知道资助他的人是我，我也为了他的颜面不敢说。我对林飞天爱的那么死去活来的原因，也有可能是俩人书信来往暧昧密切的原因。苏明看我回答的这么痛快，瘪瘪嘴道：“看你自己想明白了就可以，咱们都成年了，我希望你能清醒一点。林飞天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这边的资助一旦停了，可不要再傻乎乎的给他钱用。”我一脸认同的点了点头，可苏明仍旧不放心，拿出手机又给我讲起了反面教材。我一脸的感动：“谢谢你，我前世真是个傻叉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水，自己身边的朋友随便拉出个来，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，都是林飞天的10倍100倍。我很怀疑前世是不是被人控制了，产生了恋仇癖，死活不听劝。跟妈妈一起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沉默不语。我前世死后，爸妈肯定非常伤心，面对母亲只有满心的愧疚。我太忽略身边的人了，看向旁边相处多年的妈妈，我一把抱住了她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。”说完还在妈妈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。妈妈觉着很好笑，捏了捏我的小脸，一脸宠溺地说道：“我家小瑶瑶瞎琢磨什么呢？天天见面，是不是给你的零用钱不够花的？”说完拿出手机，又给我转了20万。我喜滋滋地收起钱，又一脸撒娇地说道：“我不缺钱的妈妈，我就是做了个梦呢，梦到我自己到了一个地方，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”妈妈一脸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道：“做梦都是假的，没事瞎琢磨啥呢？”我笑了一下，
依旧把脸埋进妈妈的怀抱里撒娇。我前世太傻了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次我一定要好好谋划一下，在自保的情况下再收拾那俩狗男女。可我一转头，不经意间看到了妈妈的手机，直接就看到了手机上的捐款信息，我瞬间就全身冒汗。这是凌飞天母亲的主治医生发布的捐款募资。前世凌飞天的母亲癌症晚期募资治疗，我的妈妈捐了20万，可因为平台到账的问题，这笔钱拖了很长时间才到账。那时候凌飞天母亲已经没了，伤心欲绝的凌飞天将一切的罪魁祸首怪在了捐赠者跟医院的身上，还报复了医院。他暗自发誓，以后一定要报复捐赠者。不知道没有我的上一世，凌飞天会对我家做出什么恶心奇葩的事来。想到这个地方，我马上阻止母亲：“妈，不要捐给他钱。”妈妈疑惑地看向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下意识地解释道：“癌症晚期治不好的，让他不要受苦了，早点走吧。”妈妈也没多想，只能点了点头附和。从这天晚上之后，我跟凌飞天基本上成了见面两不认的陌生人。学校里面本来有很多喜欢看我当舔狗的人，都察觉出了我的不正常。我虽然表面很平静，暗地里却一直在筹划报复凌飞天。第2天的体育课上，老师刚宣布了自由活动，我就看到了凌飞天他们几人勾肩搭背地聚在了一起，嘀咕道：“凌哥，你跟沈思瑶怎么不联系了？”我就站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，我觉着他们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。我虽然没有回头，可明显的感觉到背后凉飕飕的，肯定有几道不善的目光盯着我，还听到了凌飞天的冷哼声。另外几个狗腿子立马不屑地说道：“肯定是咱们凌哥不愿意搭理他，不然就他这个舔狗，早就巴巴地赶过来讨好了。”我敢打赌，这节体育课他肯定撑不住，说不定不一会就一溜烟跑过来了。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我也一脸的苦涩。我前世实在是太舔了，每天都跟在凌飞天屁股后面。我就算是给凌飞天一个大逼兜，他们都能觉着我是为了他好。他们不认为我会舍得离开他，就如同不认为太阳从西边升起一样。这话之后，我清晰地听到了凌飞天得意的调笑声。我表面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忍不住一阵吐槽：他们戏真多。几人可能也觉着凌飞天心情好了很多，接着又问道：“凌哥，今天晚上早就说好了去聚一下的，你别忘了。”凌飞天毫不犹豫地答应道：“去，肯定去。”几人又试探着问道：“可是咱们需要花的钱？”接着我就听到一人大力站起的声音，凌飞天一脸大气地说道：“钱不用管，都算我的，不能亏待自己兄弟。”这话一出，旁边出现数不尽的恭维声：“凌哥霸气，凌哥就是好，凌哥这么讲义气的人，肯定会有数不尽的女孩喜欢。沈思瑶那种女人根本配不上咱们凌哥。”这话一出，他明显非常受用，说话声音都明显骄傲了起来。我在旁边听着那些不堪入目的无脑恭维，心里一阵鄙视。这家伙明显就是被人家当成提款机了，还自我乐呵呢，傻子罢了。而且我不觉着他还有钱。凌飞天一直都是个很大气的人，高中他的生活费基本都跟同学挥霍了。如果在社会上当老板，这样可能会培养一批忠实的小弟。可是，在生活上完全没有能力的高中，这么不知道节制就很傻逼了。再说他以前还全是靠的我资助生活，他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狗屁，亲戚都躲着，啥也没有，重病的妈还得靠他一个学生养着。可以后我不会资助他1分钱了，这1万元其实非常多了。这时候很多学生1个月的生活费才几百块，他高中的这群损友为了花他的钱，经常围在他旁边捧着他，可能也是觉着自己的钱来得太容易。他从来没有存钱的习惯，几乎月光，不然靠着我将近3年的资助，就算不去做兼职，再怎么样，他妈妈的20多万医药费自己也凑够了。说实话，他妈妈无法及时得到治疗，他负守则都是做的，
下午我刚出校门，就看到了凌飞天带着几个小弟有说有笑地赶往学校的取款机。可过了不到1分钟，他们又阴沉着脸走了出来。卡里怎么余额是0啊？林哥，资助款不是每个月都准时打过来吗？难道不资助了？凌飞天的脸色黑得跟煤炭似的，一脸坚定地说道：“不可能，资助的女孩非常讲信用的。”说完就拿出手机开始编辑信息，可不一会就收起了手机，他脸黑得跟煤炭一样。我在旁边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，早就把他拉黑了，他能发出去信息才有鬼。凌飞天的脸色变幻莫测，明显是被屈辱跟难堪占据了。他旁边的小弟也看出了情况不对，疑惑道：“林哥，他竟然拉黑你了，你以后不会没人资助了吧？那晚上聚餐怎么办呢？别说今天晚上了，你以后的生活费怎么办啊？今天晚上都订好包厢了，难不成再退了吗？”凌飞天本就是个比较重面子的人，这些话说出来，无疑是在给他递刀子。只见他低下头，全身都止不住的发抖。我本来在旁边乐呵呵的看戏呢，可他直接抬头冷冷地盯上了我，我忍不住一阵心惊肉跳。这家伙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可凌飞天直接就朝我疾步走来，他扬起了低着的头颅，一副命令的语气道：“沈思瑶，你上次给我的卡，再给我吧，这次不算施舍，算是我借的，有钱了再还你。”我一阵无语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不说我都忘了。然后一脸不耐地冲他说道：“这是我的钱，凭什么借你？这钱当时都交到我手里了，就是我的。再说我现在只是借用，那不借。”凌飞天眼看怎么说都要不到钱，一脸的铁青，双眼都快要喷出火了，可还是咬牙朝我说道：“你到底怎样才能把钱给我？”我冷笑道：“怎么样都不给。”然后不屑地轻哼一声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凌飞天连忙追了上来，气急道：“沈思瑶，你是故意的吗？不就是不愿意接受你的臭钱吗？至于吗？”说完，他又深吸一口气，一脸憋屈地说道：“我这次就算是接受你的施舍了，行了吧？别小家子气了，这么多人呢，给我留点面子。”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向他，强行忍住过去打人的冲动，回怼道：“凌飞天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你的面子管我屁事！有本事就自己去挣，没本事就滚蛋，别耽误老娘赶路。现在还有心情请同学吃饭，还是多想想你妈的医药费吧。”凌飞天听到之后，依然一脸的高傲，显然是没在意。我一把把他推开，朝着校门口走去。他还想拦我，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敢，只是冲着我喊道：“你要是今天不给我钱，咱们就不要见面了。”我没回头，可心里不禁骂道：“傻逼！我本来以为他会出丑，可最后我还是看到他的白月光李思思赶过去的身影。想来他晚上的饭钱有着落了。可你有钱还李思思吗？”2天后，我去找苏明，刚到门口就听见了凌飞天祈求的声音：“苏阿姨，您不能停止对我的资助啊！马上高中毕业了，我的成绩肯定能考上清华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。”苏伯母一脸的茫然，对于资助的事，她根本就不清楚。可苏明听到之后，一脸不屑地走了过去，冷冽道：“去你妈的清华学子，真以为自己是柯聪吗？在我们家公司的清华毕业生都是最底层的职员，高材生多的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就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，只不过是我们富人眼里的韭菜罢了。”凌飞天的脸瞬间变得一片赤红，对着苏明骂道：“你们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操控我？让明明出来，他是直接资助人，他最懂我。”苏明拖起把椅子坐了下来，翘起二郎腿，不屑地说道：“老子就是苏明，找我什么事？”凌飞天一脸难以置信地看向苏明，他不敢相信，被自己称作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的女神维纳斯，竟然是一个抠脚大汉。他好像是受到了打击，站立不稳地后退了几步，正好看到了在后面的我，他立马一脸不甘地朝我踹来，我闪身躲开，一脸的笑容。这家伙真把我当软柿子了。
还敢在这里动手，我会退几步。”给苏明递了个眼色，可凌飞天依然嘶吼道：“沈思瑶，是你，都是你的错，肯定是你使坏，不给我资助的，就因为我不喜欢你。你这样的毒妇，怎么不去死？”苏明冷笑一声，上去给了他一脚：“你丫的就是一白眼狼！你所有的资助都是思瑶给的，都是为了维护你那可怜的自尊心。思瑶对你这么好，全喂狗了。”凌飞天一下子呆住了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如同一只丧家犬似的走了。我以为我俩的事算是接过去了，可当我坐车回家的时候，在我家别墅门口又看到了他的身影。我知道光躲着也不是办法，担心影响接下来的计划，还是下车朝他走去。他态度好了很多，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一直给我资助的人是你。”我无奈地解释道：“那是为了保留你的自尊心，也担心你不要钱。”他沉默了一会，又问道：“那以后还能给我资助吗？”我冷笑道：“不会有资助了，就当咱俩从没见过。以后大路朝边，各走一边。”我说完就想走，可他又拦住了我，操着别扭的语气说道：“之前可能是我太极端了，可现在我想清楚了，咱们终归是男女朋友。我其实对你是有感情的，我希望咱们还能在一起。”说完就想伸手抱我，我吓得连忙后退一步，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”他好像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似的说道：“思瑶，我之前对你可能会有误会，以后我会撇开偏见，尝试着接受你的感情。可我有个条件。”我心里一阵吐槽，其实真的不想理他了，可又好奇他的条件，所以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说说条件吧。”凌飞天以为我又变女舔狗了，他嘴角微微一翘，自信地说道：“你把保送清北的名额让给思思吧，我答应以后会好好跟你在一起。”我强行安抚下激烈起伏的胸口，我就不该嘴欠。见我紧皱眉头不语，他以为我吃李思思的醋了，马上带入男朋友的角色，一脸宠溺地说道：“不要瞎想了，我跟思思只是普通朋友，我只是想给她安排个好的未来罢了。”我再也忍不住了，破口大骂道：“滚！你个凤凰男，做梦！”可能凤凰男这个词伤到了凌飞天的自尊心，他立马原形毕露，朝我嘶吼道：“沈思瑶，你说什么？真是不识好歹！”我没再理他，转身离去。我上一世让出清北名额，结果高考不理想，现在的我可不会那么傻。这一世，我看你怎么跟李思思交代。可凌飞天似乎是没放弃，第二天来找了我好几次，劝我放弃名额，我都没理他，甚至是为了名额都闹到学校领导那里去了。校领导之前是看我们沈家的脸色，给凌飞天一点面子，现在没了我沈家撑腰，他算个屁呀！再说李思思那个成绩虽然还不错，但跟我比还是差不少的。校领导直接给凌飞天轰出去了。不过凌飞天好像没有把真实消息告诉李思思。我在洗手间隔间时，就听到了李思思炫耀的声音，说自己被保送清北了，还骂我是傻叉，把这么难得的保送名额轻易就送给他了，说我是舔狗。凌飞天一句话，我就跟个哈巴狗似的上去舔他。李思思也很高兴，说我给凌飞天的钱很多都给他买了几千块的首饰了。我没说话，等他们所有人走了之后，才从隔间出来，露出会心的笑容。真当老娘还是傻叉？等出清北名额的时候，我看你是怎么被打脸的。当天下午，李思思很早就带着同学来到了学校公告栏处，我也很早的来看戏，可她的脸色却是非常难看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沈思瑶呢？她马上就想跑去找凌飞天询问一下。没跑出几步，就跟凌飞天撞了个满怀。李思思充满质问的语气问道：“凌哥哥，为什么报送清北的是沈思瑶啊？你不是答应过让他让给我的吗？”凌飞天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，他这为了帮李思思争取名额，不但在我这里一直吃灰，还惹到了不少老师，他被不少老师落了面子，心情非常糟糕。听到李思思的语气这么差，
也一脸的不耐烦道：“我这几天已经很努力了，可争取不到我也没办法呀。你应该自己好好学习，走正道，不要老想着走捷径。”李思思直接瞪大了双眼，她没想到一向温文尔雅的林哥哥竟然这么跟她说话。李思思也可能是气急了，大骂道：“林飞天，你个混蛋！亏老娘对你那么好，给了你多少钱了？”这一声大骂声音很大，把全校很多学生都吸引了过来，对着他俩指指点点。一向很爱面子的林飞天，怎么可能容忍李思思这么骂自己？他立马拿出之前对我的那股傲气，转向了李思思：“你还敢说我给你买的礼物有多少？你没数吗？就你这1、2千块，还好意思说出口？看你全身的衣服都是我买的，你那爸妈只是农村种地的乡巴佬罢了，能舍得买什么？”李思思瞪大了双眼，开始歇斯底里道：“你个疯子！我爸妈好歹都还活得好好的，可你呢？克死你爸，又快要克死你妈了。你的生活费也是靠资助，还好意思看不起我？你就是个虚伪的小人罢了。”林飞天直接炸毛了，恶狠狠道：“原本我还以为你有多善解人意，现在看来真是恶毒无比。之前还在我这里明里暗里损沈思瑶，可实际上人家比你有钱，比你漂亮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瞎了眼才看上你的，是你自己死要面子，一边享受着人家给的钱，一边又立牌坊。现在倒是来怪我了，早干啥去了？现在沈思瑶都不搭理你了，你再巴结也没用了。”两个人好像都忘了这里是学校，就跟俩泼妇似的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了起来。而旁边一直吃瓜的同学也一脸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都是这俩阴险货的问题呀，把沈思瑶整得这么惨。俩人都是婊子，他俩来回当好人，把沈思瑶当傻瓜一样耍。幸亏沈思瑶醒悟得早，不然迟早被这俩极品给卖了。”我在旁边听着也一脸的懵逼，这俩货吵架就这么容易的把我人傻钱多当舔狗的黑色护照给洗白了。我本想离得远一点，毕竟跟我有关，听个乐子就算了，可这林飞天身上就跟装了雷达似的，我就跟同学说了几句悄悄话，就被他锁定住了。林飞天转身就想朝我这里跑来，我吓得连忙后退，可人太多，一时间挤不出去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一脸真诚地说道：“思瑶，对不起，一直都是我的错。现在想来，你一直对我究竟有多好，而我又失去了多好的一个女孩。”我没听他说完，直接打断道：“道歉，我听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林飞天深情脉脉地看向我道：“思瑶，咱们冷战该结束了。好了，以后我向你保证，此生此世只爱你一人。回来吧。”我一阵反胃，揉了揉太阳穴道：“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答应。”林飞天一听，瞬间来劲了：“你说是什么？”我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他说道：“请你以后彻底滚出我的生活，滚出我的世界，要死也死宇宙边缘去，别来烦我。”说完，我不顾他灰白的脸色，直接离去。周边响起了同学们热烈的欢呼声、议论声：“干得好！远离渣男，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，还不要脸的告白。”我微微一笑，看来学校的大部分人三观还是很正的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还是比较小心翼翼的。我担心林飞天会被逼到绝路，狗急跳墙，对我不利。毕竟他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再能打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可事实证明，我的小心是多余的。虽然剧情已经改得面目全非，可既定的事实依然有条不紊地发展着。比如林飞天的母亲，终究是没等到凑齐手术费，病死在了医院里。而且正好是高考的前一天，林飞天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参加了高考。我在远处清晰地看到，他进出考场的脚步都是虚浮的，能考出好成绩才怪。成绩出来之后，也跟前世中一样，原本是清北生的林飞天，只勉强过了本科线。李思思也只是考了个普通分数，以他家的条件，肯定不会交这高昂的学费。
他只能回家种地，这颗毒瘤算是拔除了。我高考只是去体验了下过程，清北早就特招了。高考结束后，凌飞天会因为母亲离世而失去理智，在医院里大吵大闹，甚至是拿刀动手伤了好几个医生。可前世我这个冤大头站了出来，求了爸妈，花钱各处打通关系保他，最终赔了点钱，不了了之了。这次没有我们沈家，我倒是看看凌飞天怎么迈过去这个坎。他现在无父无母，无钱无势，再敢持刀行凶，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果然，第二天我家就收到了消息，凌飞天觉着这些医生太势利眼，不给钱不做手术，害死他妈妈，还是走上了前世的老路。我一阵感叹，这家伙还真是个白眼狼。人家医生也是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，没办法。再说医院还给他母亲到处筹集医药费了，简直就是个畜生。他这次砍伤的医生中还有国外请来的名医，这一下子不知道要让多少危急病人遭殃，真是作孽呀！不过正合我意，最终医院起诉了凌飞天，我贴心的给医院请了最好的律师。经过一个暑假的一审、二审，他成功获得入狱15年套餐。在他被押入监狱的那天，我不计前嫌，老远的跑过去看他笑话，送他最后一程。透过遥远的距离，我看到了已经半头白发、身形沧桑的凌飞天，跟之前那个一脸傲气的样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他好像是从小说主角一下子跌落了凡尘，走向了末路。这一刻，我才觉着我自己彻底安全了。望着凌飞天那向我投来的求助目光，我露出一抹奸计得逞的笑容。看来他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国外的名医是我特意请来的，当然是为了加重他的惩罚。另外，我们沈家还买通了监狱的犯人，凌飞天会被特殊照顾的。这个该死的凤凰男，最好永远都不要出来了。我也要去清北上学了，迎接我的将会是一个崭新的未来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